大家好，我是秋平。大家看看我现在在哪里？我现在在一个悬崖栈道上面。我们经常说去一个地方旅游也好，办事也好，那么自然是坐车或者开车。而今天我们来的这个地方，湖北恩施陆苑坪景区呢，它这里呢是不通公路的，也就是说这个地方被称为中国最后不通公路的村落。今天就来体验一下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这个村落啊是在一个高几百米的峡谷当中，相当于是一个天坑，那自然而然这个地方是没办法通车的。这里呢就是悬崖栈道，给大家看一下啊，我们现在走的这个地方，下面就是万丈深渊，高不高？这个上面到底部的垂直落差大概有500米，走在这个上面有点胆战心惊的。为什么？给大家看看，出来了，看到没有？万丈悬崖旁边看到没有？惊险吧，刺激吧？啊，太吓人了！这个胆小的可能都不敢走，因为我有一点点恐高，所以站在这个上面的话，我还真的不太敢往外面看，因为确实太吓人了这个地方。再看一下这个栈道，还有那个电梯。等一下，我们近距离体验一下。我一般这种的话，下山不坐，上山是要坐的，因为上山太累了。它这个阶梯，大家猜想一下，如果你不坐电梯的话，它那个台阶大概是1800个。现在继续往前走，现在这样一直走，就到了前面，可以下山，就到了一个山谷里面，可以看到当地村民的生活。我不知道当地村民现在生活是走这条路，还是说坐电梯？坐电梯收不收费？等一下，我们找到一个人来问一问，了解一下。因为我们坐电梯，景区这个票呢是相对来说比较贵一点点的。哇，看到没有？在这个下面还有很多户人家呀，1户、2户、3户，然后前方也有，太高了。在这个地方，村民的生活进出是非常不方便的。走一走，看一看大自然的风光，这里等于就是一个大的天坑、大的峡谷。哇，我都不敢走旁边，有点怕怕的。看到没有？从那边一直过来到这边，你看一下，是不是就是一个大的天坑峡谷一样的？上面离下面是500米高左右。大家见过这样的场面没有？是不是与众不同？那这个地方是怎么发现的呢？它是一些徒步爱好者，可能就喜欢玩穿越，才发现这个地方，然后发到网上就出名了，吸引众多爱好徒步者来这里参观。那最后呢，这个地方开发成一个旅游的，太美了这个地方。我一般尽量走的话，都是往里面走。因为外面这个高度确实太吓人了，有点害怕。有恐高的尽量就不要看这里了。景色是还可以。作为这么大的山谷，又不通公路，四周都是悬崖峭壁，当时村民为什么选择这个地方定居？这个故事大概是在300年前。当时是为了躲避战乱，有3个人来到这个地方，然后看到这个下面位置不错，那么怎么下去呢？就是说我们说的白布连接起来，打结连接起来，然后人从上往下攀登下去。但是非常不凑巧的是，人下来了之后，那个布啊被动物咬碎了，咬破了，那么上不去。但是天无绝人之路啊，他们在这里发现一只鹿，鹿呢在树林里面行走，在这个崖壁上行走，他们就跟着鹿走出了这个大山。所以他们发现有条小路之后，就回去把人带入这个天坑居住，然后他们就在这里居住下来，一直传承着。现在开始下山，因为刚才我们是在半山中的悬崖栈道走，那这个地方大家猜想下山的台阶总共有多少个？1800个台阶。你想一想，如果说你要爬上来，那是不是会累得半死？所以我才说我下山是走路的。给大家解释一下，那以前当地的村民进出可能就是走这样的台阶，大家猜想有多少个？我刚才问了一下工作人员，
以及网上看了一下资料，他说当地的村民以前进出的话，大概是1500个台阶，走一趟可能就要2个小时，是单程的啊，不是双程的。等一下看看能不能遇到当地的村民，了解一下。那当时他们进出确实是非常困难的，特别是说采购物资，这个是很难的啊，确实太陡了，这个下山都感觉有点累啊。我们看一下，我们从哪里走过来的？从那个快到山顶了，那个地方离这里大概400米。在当年，当地的老百姓就是通过这样的道路进出的。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是不错，有栏杆，有水泥，这是因为景区修建好的。那当年这个地方可没有栏杆。我们终于走完了，已经到底了。我刚才看了一下时间，从景区检票到现在，我整整走了1个小时。这边还有瀑布，去看一下。哦，这里有个叔。叔啊，您是住在这里面还是住在外面？里面的。那这个地方平时进出的话，以前是怎么进出的？进出的还有一条小路。一条小路，从这里走出去大概要多久啊？2个多小时。那挺辛苦的。哎，我问一下叔，像现在有电梯，你们平时坐电梯吗？对。电梯坐多少钱一次啊？我们呢？我们不用钱。是全部的人不用钱，还是说几个人不用钱，在这里工作的不用钱？我们工作人员不要钱。那其他的村民呢？其他村民30一次是吧？还是往返？一次。就是一次往返就60了，对不对？对。啊，这里还养了鹿啊。对。那这个地方是不是以前跟这个鹿有传说有关系？这叫鹿苑坪是吧？鹿苑坪啊。它这个就是原先这个底下有野生的嘛。现在都是人工养殖的。对。可能也就是跟神话有关系啊。那现在村民坐电梯的多不多？因为收费的话。现在少了。总共这里住了多少户人家呀？还有40来户。40来户，那也是一个大的村落了。那一般你们是多久出去一次呢？有时间一天几趟嘛。哇，那一次往返的话要3个小时吧？对。上去2个小时，下来1个小时啊。要3、4个小时。那是挺辛苦的。来听他说一说，当地人为什么会来到这个地方？麻烦你了。他这个要按照原先的古代时间，这个老年人传说下来的，就是从这个电梯这边下来的啊。他是用3匹布啊滑下来的啊，晃下来把这个人拴住他晃下来。原先没有什么住的地方啊，就是一棵大树，住着4个人，就在这个地方，就在修塔的那里啊，就住在那的。为什么叫鹿苑坪？原先这个野鹿很多的，他们就这个3大星人就跟着那个路走通了啊，就现在有老路啊，等于是从下面跟着路又走到山顶上去了。对，千步梯嘛，现在喊的千步梯，配合你3大星人下来住的啊，就是开天辟地的时间啊。像您是从小就在这里出生长大吗？对，我是这里出生的。在这里生活了60多年了。哎，那以前读书怎么办？早去晚回了。每天爬山，然后晚上回来。但是那时候没得手电，带一点这个玉米面。很辛苦啊。晚上回来那都7、8点钟了。黑了。一般你们先几个人去上学？一般那个时间有4、5个。大概多少年前，这里还有人走出去每天上学这样走出去？这还时间还隔得有点近呢。有几年啊？大概4年多到5年嘛。我老家就在那边。我现在60岁了。那很多人会奇怪，说这里没有通公路，这个车是怎么来的呢？给大家说一下，这个车是当时从上面放下来的，就掉下来的。哎，师傅啊，问一下，这个车当时是怎么弄下来的？用那个索道放下来的。索道放下来了。哦，那也不容易啊。现在有几台这样的车？现在有2台。我是从上面走下来的，那个栈道现在在哪里我都已经看不到了，几百米的高度。这里就是一个大的天坑。刚才跟这位当地的叔简单聊了一下，大家也听到了，
这个地方村民进出就是电梯是30块钱一趟，他是不用，因为他现在算是工作人员。有一个比较艰苦的，我就觉得，就是大概4、5年前，他说还有小孩这里上学，早出晚归，早上爬山出去，晚上下山回来，包括他也是一样的。这本书当时读书也是这样的，而且基本上听说回来呢，可能都7、8点钟。现在在这个里面有这样的观光车，还是方便一点，2台观光车，大概是6月份还是7月份刚弄进来的，太高了。现在我们去前面看一个东西，以前这里呢不简单，就是说这里有人挖矿，是叫什么矿呢？听说是叫硫磺，当时有几百个工人在这里挖掘，前面呢有一些旧的房子，听说是那些矿工的宿舍。那些矿工是怎么弄的呢？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地方没有路出去，当时矿工把挖出来的硫磺那些东西都是用背篓，这个我们在土家族以及贵州其他的少数民族可以看到，就经常上面背了个篓，就是靠人工把这些东西一个一个搬出去的。这里还有农家乐、世外桃源。你好，您是这里的居民是吧？对。我说您在这边住了多少年？我在这儿啊。20几年。20年，你是嫁到这边来了是吧？对。你这个地方确实啊，世外桃源呢。不通公路。就是不通公路，有点不方便。那你们现在进出是怎么办？爬梯子啊。也是爬梯子，不坐电梯。坐电梯，一是不让背东西，二是要给钱。我们一般出去肯定要背东西。那你们一次背东西出去好累吧？要爬好久吧？我们一般都是在外面背东西进来，这儿里的东西就是尽量不背出去嘛。对，你们上去要多久？我们上去啊，1个小时就可以了。你是哪里人？嫁到这边的？我从山那边嫁到山这边也差不多吧。那也差不多，因为那个时候可能也没修路啊。那个时候也没修路啊。对。20几年以前嘛，山区里面基本上都没。你们这个是自己的房子啊？租的。也是租的。我们这下面农民自己修不起水泥房，都我们自己就是农家的房子，基本上都是还是老房子。水泥确实搬不下了，没法搬。没法搬。就是这个地方。刚刚这个大姐她20年前嫁过来的。那这些老房子啊，给大家说一下。刚刚这个大姐也说了，当地的村民基本建设的都是这种老房子，因为为什么？它的水泥弄不进来，弄进来的成本太高了。环境还是相当不错的。现在我们准备去坐电梯上去。这个电梯从那里到下面高度是300米，而上面到上面大概是200米，绝壁天涯，太刺激太恐怖了。就是这样的。现在去买票，票买好了，90块钱。现在我们准备去乘坐。开始动了，就是从上面下来。它这里好像总共是2部电梯，我感觉啊，应该也算是车厢型的电梯。大哥，我问一下，它这个电梯的话，垂直高度有多高啊？300米吧。这个电梯现在去乘坐一下。你们里面是配了工作人员是吧？对，专门有人。看一下外面的风景。2分钟是吧？2分45秒。确实很刺激啊，这地方。每秒行驶速度2.1米。就是跟我们平时坐的电梯是一样的，只不过它是斜着上去。哇，太震撼了！如果这个地方要爬的话，就要很久了。对。中间这个台阶是2222级。就这个小的台阶，你爬过没有？爬过。爬了多久？那我快速的也爬过，慢速的也爬过。一般的话要多久？一般情况下20多分钟。20多分钟，那还挺厉害的。我快速的爬的那是16分钟。那你这样爬，有保护措施没有？没有。那不害怕呀？我生活在这边，习惯了。您是当地人是吧？对。这个小帅哥是当地的。那以前你们读书怎么办？从那边那个小路，山谷里面像林林的小路，那就真的得要徒手攀岩的。那以前确实生活不太方便哦。对，以前我们这儿
流传了2句话。第一句话是什么呢？那就形容到外面去，买包烟走动4小时。啊，买包烟。回来的时候在那山顶上嘛，看着自己的房子就在下面，看着屋走到哭。是有这样说法，不容易啊。但是现在可能好很多了。对。崇山峻岭啊，这里就是一个天坑。现在这里基本没有年轻人，都出去了吧？对。不过像你留下来也挺好的，剩下的年轻人也就没几个啊。对。好，谢谢。出来转转，看看这个外面的风景，美如画吧。我们刚才是走到那边，看起来不是远呐。打个比方说，我现在站在这里，看到下面这家的房子，看起来直线距离就几百米，但是走的话，真的走哭，特别是小孩子。大自然就是美丽啊！这个村落确实非常独特。大家见过这样的村落没有？这里相当于就是一个天坑啊，四周都是400-500米高的山脉。大家看看这里的悬崖峭壁，然后这个小型瀑布，这个完全在崖面上面搞的一个栈道，太惊险刺激了。反正恐高的，尽量大家不要走了，也不要往下看了。